关于人工心脏，刘副院长本来想在行政楼开一个大会，总结一下教训，展望一下未来，但被我给推了。所以在今天查房之前呢，把大家聚在这儿，要聊一下重点。王工，导丝更换自阻尼材料，改用国产内置控制器，不仅解决了由于磁场不稳导致的偶然关机现象，而且也真正实现了所有的零部件都国产化。等我拿到新的样机，大家就可以重新投入动物实验了。唉，听王工这样一说，我们这进度又打回去了，还要从头开始。但是也没关系，国内我们这么多前辈，研发了10几年，都在坚持。我们现在已经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更不能放弃。所以接下来每一步我们都要稳扎稳打，直到人工心脏真正用于临床，我们才算结束。哎，我觉得您这个头发要是再短一点、再少点，就好像是刘副院长亲自给我们做报告一样。那我不说了啊，已经有人嫌弃我打官腔了。今天的会就到这儿。我们今天要感谢王工跟欧阳处长能够参加我们的会。那我们查房去。好，处长再见。哎，唐主任，我那个，这样，欧阳，今后需要你们医务处更加大力的支持我。我知道，自从你来，我有闲过吗？跟你说个事儿，医导台呢现在缺志愿者，我让医务处印了宣传单，交给你了。啊？这个贴在医院里，那不都是病人看吗？当然不是给病人，目标是来探望病人的家属。好吧，那我让护士长贴在公告栏里。那我们的事儿你多费心，谢谢你了。我走了。哎，人都走了，你快走啊！哦，我没事儿，我也要走了。哦，我走。你那边。更换国产控制器是你提出来的，护源的资料也是你给我的，这些都是本应属于你的功劳，被我独占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这种事情我已经习惯了。你生气了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幸亏有你。我不是说控制器的事儿，我是说瑞士公司跟新基业的关系，这不是也是你发现的吗？要是我不知道的话，早就把草图发过去了。我当然要清楚呀，这是安和医院参与研发的项目。幸亏有你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王海明啊，你今天态度怎么这么好？是不是又想提什么不靠谱的要求？丑话说在前头，不能给你们换办公室，研发的经费也不能添加。不用添，也不需要涨。你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回办公室了。唐主任说了，打起精神搞研发，搞你的研发去。好了，够了，下车吧。看你们俩这无礼貌的。书包我给你俩拿。哦，是这么两个宝贝儿，哎呀，我真好哎，好。我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就得信我爸爸。可是我爸是医生，厉害吧？你好，你俩宝贝儿真可爱。聊什么呢？啊？妈，江江说他妈妈是设计院设计师。我每次说我爸是医生，他不信。我没说不信啊，我是问你妈妈是做什么的。我妈会做饭，就是可好吃了。我妈会设计大楼。行了，都快迟到了，赶紧进去吧啊！还有你，好好上课啊！我好困。下完水早点睡了。啊，哎，等一下哦，不好意思。喂，我刚送完孩子呀。什么？领带9号床的病人伤口愈合不好，他有糖尿病，要进一步帮他控制血糖。
切口的分泌物送到细菌培养和药品。知道了。等一会儿谁上手术啊？我小龙和廖晓波有台换办。好，你们去吧，我出门诊了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走吧。周林。哎，给你。不是跟你说蓝色那条吗？怎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蓝色的？你知道今天开会，昨天晚上怎么说呀？不是忘了吗？就它吧。哎，刘峰，怎么了？以后你当着孩子的面儿，别老说医生医生的。现在孩子都早熟，我怕他们有攀比心。不是我跟他们说的，可能是上一次来医院的时候听别人说的。再说了，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你还不高兴啊？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。我开会去了，你回去吧，啊。丢脸的又不是你。所以吸引器不能离桥血管太近。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，住院医把刚拨好的桥血管吸进去了，污染了桥血管，病人差一点没做成搭桥。那个大夫心里得多大的阴影？那也不至于，犯错误很正常的，不犯错误锻炼不出好医生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那我就还是尽量少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哎，那现在那个大夫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都已经。唐医生，哎，周林，刘太太，那我先去开电脑啊。去吧。你怎么来医院了？刚给刘峰送完东西。哦，准备回家？不想回家。随便转转。怎么不想回家？老公和孩子在家的时候，我还忙忙叨叨的。可是他们仨要是不在，我一个人太没意思了。现在觉得呀，还是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好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医院最近在招志愿者，如果你真的闲得没事，可以试试啊。志愿者就在门诊的导医台，回答病人一些问题，比如说哪个科室怎么走啊，怎么去取药之类的。刘峰在安和这么多年，我来医院还走迷路呢，我怎么给患者指路啊？说的也是，我就是提议一下。那我先去门诊了。好，哎，唐医生，啊，你刚才说那个志愿者在哪儿报名啊？护士长，又有你的快递。好，谢谢啊。走了。的那一张是我家，在紫檀路那边。收养的事情呢，我们全家人都赞同。我等这颗心脏，真的等得太久了，觉得我丈夫都已经打算放弃了。本来我以为我的女儿将会成为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，可是现在我活过来了，这个小婴儿却为此失去了母亲。吴护士长，福利院的人说了，说你收养申请已经被批准了，不能出尔反尔。如果我想收养的话，除非你能把机会让给我。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吧。
哎，你好，林女士，我是吴敏敏。那天你的提议，我想好了。抱歉，我不会放弃宝宝的。片子说好，恢复的不错，不用紧张。药还按时吃，只是短时间内还不要剧烈运动。哪儿不舒服随时来医院。谢谢唐主任啊。别客气。主任，没有病人。啊，终于没了，饿死我了！走吧，去吃饭。今天可以让你刷我的卡。真的假的？我能点小炒吗？能。哎喂，现在啊？行，我跟唐主任说一声啊。主任，妇产科叫会诊，点名要您去。点名让我去啊？什么病啊？建红，让我时间我给买来了。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我对这个牌的湿巾过敏，你不长脑子呀你别生气，对你的病不好。病人崔建红是一个复发的子宫平滑肌瘤患者，50岁，自诉近3个月出现了心慌气短的症状，所以请心外会诊。为什么点名让我来？唐主任，这是我们主任的意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一会儿就过来，先看看病人再说吧。这么脏，我不得消毒啊！是。薛建红啊，你说心脏不舒服，给你请了会诊。这是心外科唐主任，吴欣棠。你好。怎么是个女的呀？哎，建红，以前给你开刀的那也是位女大夫。那你们废话吗？妇产科能不是女的吗？哎，心外科能一样吗？唐主任是我们心脏外科的大主任，他能来会诊的，其他病人都是求之不得的。那行，那要不您就帮我先看看。那我先帮你听一下心脏，把衣服脱一下。心脏有杂音，做个超声看一下。先帮我拿一下，可以了，有点凉啊。蔡白烈，来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右心房有肿物，心脏跳，它还跟着一起摆动呢。来，换个探头，把下面扣子也解开，裤子往下拖一点。主任，这是粘液瘤？不是粘液瘤，你仔细看，通过下腔静脉，这是从子宫爬上来的。太罕见了，可以了。这个肿瘤是从子宫爬上来的，来，先擦一下。和我想的一样。你是？我是叶一兰，屈建红的主刀大夫。叶一兰，麻醉科的叶一鸣是我弟弟。你好，唐主任，久闻不如见面。目前的情况看，心脏里的应该也是平滑肌瘤。确诊的话，百烈要看 CT、子宫镜还有 PET-CT 的结果。我把江百烈留下，让他给病人做一下检查。行，那我让我的住院医协助他。这个病人毛病多，不好搞。好。叶主任，你刚才说百闻不如一见，可是您这半年都不在安和。不是听我弟弟说的，知道你大多是通过医院的各大微信群。我不是以为他说的。叶主任，看到你大姐和唐主任在说话。白丽啊，我得了阑尾炎。阑尾炎？通过这个检查结果，我们可以确认屈建红得的是一种罕见的静脉平滑肌瘤。这种肿瘤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始于子宫，经过生殖静脉、髂静脉、下腔静脉，
已经发展到了右心房，又通过3间半侵蚀了整个的右心室。我们都知道，静脉平滑肌瘤通常的病变是良性的，可是我认为曲线红这个病例需要尽快手术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肿瘤发展的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毒蛇，它已经侵蚀了整个的静脉。我们能看到，现在的血液是通过血管壁，还有肿瘤的缝隙流淌，容易造成堵塞。如果不尽快手术的话，病人随时可能出现晕厥，甚至猝死。肌肉和静脉交织的这么紧密，手术的时候大出血怎么办？我也有这个顾虑，肿瘤和下腔静脉的粘连恐怕不止一处，不一定能直接从下腔静脉把肿瘤拽出来，可能需要一点一点的切开，那出血就大了。我觉得体外循环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既可以控制出血量，而且关键时刻还可以给病人输血。我们普外没问题。我这边也没什么问题，妇科的部分相对简单，患者已经没有生育的需求，所以为了防止复发，子宫和附件会全切。这台手术先外伤主角。不是你这怎么突然就得急性阑尾炎了？不是忽然得的，我以前也得过一次，但那次嘛正好要出差，所以我就打吊针压下去了。我好歹也是混过1年医学院的人，今天脉是点压疼加反跳疼，我就知道，我又完蛋了。哎，叶一鸣，我就这么把你叫来，你不生气吧？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？你别有压力，得病啊就好好养病，身体要紧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爸妈他们都出去旅游了，我一个人又要住院又要手术的，我这心里啊，真的是挺慌的。不过幸好有你在，你帮我来做麻醉吧。手术的时候啊，都是要消毒铺单的，这熟人做不太方便。这样吧，我找我的同事给你做，然后呢，你住院期间有什么事儿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好。我不在的这半年，你们真的是放羊了啊！跟小吴他们几个说一下，准备一下，过2天我要考试，到时候谁不合格自己掂量掂量啊！去忙吧。一鸣，好久不见啊，巴掌男。你小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在外面叫我八爪了，听见没？那我叫你亲爱的大姐总行了吧？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姐，你这下乡从医半年多了，愈发的珠圆玉润了，看来下面的医院伙食不错呀。你想说我胖你就直说，哎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姐夫都没嫌弃我。胖吗？你自己琢磨吧。哎，姐，我前2天去爸妈家吃饭，他们也没说你要回来啊。还有，医院也没人说你要回来啊。本来还有1个多月的，科里不是缺人吗？就提前回来了。哦。你这个大忙人挺有意思的，不请自来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我找你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不是半年多没见着了吗？不是想你吗？过来看看你。哦，这不科里挺忙的。忙，一回来就给我安排一堆事儿。我手底下那几个住院医全放羊了，我必须得赶紧搞教学。哎，是的。
逗我的吧？当然是逗你的了，我傻，我跟人家不熟我就乱说话。但是作为你姐，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和唐佳宇保持一定距离。我这个八爪蓝的名号不是白得。这半年我虽然不在医院，但是关于这个唐主任的故事，我听说了不少。他不适合你。姐，我再次跟你郑重声明一下，我和唐佳宇，我们俩就是普普通通的同事关系。而且，我的原则你应该知道。清楚。最讨厌别人干涉你的情感生活吗？我现在这样不算干涉吧？那总不能病人需要心外会诊，我不医不起，对不对？算你有点良知。哎，糟了！你这刚回来，这周末咱妈不会坚持自己下厨吧？早你一步想到，我已经在餐厅定好了位置。厉害！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你要的方案是不可行的。妇科大夫明明跟我说可以做微创，怎么到你这儿都不行了呢？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个病人从子宫到右心室长了一个射线平滑肌瘤。之前没有确诊的时候，妇科给的建议是做微创，把子宫切除。可是现在需要的是开胸，但是他自己还是坚持做微创。我在跟他解释，这个手术不能微创。这个病是不可能做微创的，从子宫到右心室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，心外、普外还有妇科都要参与的。你哪科的呀？麻醉。你麻醉科的，你跟我说个什么劲呢？你们医生之间就是互相打掩护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心外科你给我找个男大夫，我不相信你的技术。外科就是得男大夫靠谱。我可以给你换个男大夫，可是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，你现在病情非常严重，你还坚持要换个男大夫来拖延时间。建红，你就听医生。闭嘴！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可以，我一会儿就回组里面，给你派一个男大夫来会诊。但是我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了，这个手术不能做微创，谁来都不能做。如果那个男大夫给你会诊过之后，你还不同意手术的话，那你就需要签字，后果自负，可以吗？你别拿签字来吓唬我行吗？我人就在你们医院呢，你敢让我死这儿啊？那好吧，真行。完全说不通，根本不讲道理。唐主任，别着急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唐主任，我们家建红他就是这个急性的，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他跟别人也这样吗？可能是这几年生病，病好了一定会好的。他现在情况非常严重，所以需要尽快手术。我希望你也能劝劝他。那我现在就回科里帮他找其他组的男主任医生给他看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谢。那给你们添麻烦了，那我先去了。唐主任，你见着我姐了吧？哦，对，刚才见到了。以后啊，除非有什么正事儿，要不然你要是见着我姐的时候，能躲着就躲着。他有那么可怕吗？你相信我，没错，真的。好。进。你怎么来了？刚下手术，不想一个人吃饭，我就在想，你应该会加班吧？来了一看，果不其然。谢谢。3甲复审刚完，好多的准备工作要总结，为下一次的复审打好基础。刚做完又准备，今日事今日毕，这叫未雨绸缪，防患。鸡肉还是牛肉？鸡肉。谢谢。怎么说？
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？那要看什么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比如说，你们组廖小波、秦大中那样的，我估计所有的女性都只想跟他们有纯洁的友谊。你真行，你这话让他俩听，他肯定气死了。人家自己还觉得自己很优秀呢。现在还会有谁来啊？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格子间都空了。对啊，都下班了。进来。王宫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唐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来找欧阳处长是，公布一下每天的研发进展。哦，那是特殊时期，现在一切都正常化了，不用天天同步。啊，好嘞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来了，你说说今天的进展，我也想听。你也想听？目前进展的一切都非常顺利。二位再见。哎，没了。林英的家属接病人了。哎，叶主任，你是林英的家属啊？林英，你手术做完了，放心吧。明明哥。走吧。疼吗？要不还是不走了吧，躺着舒服。多走路，有助于通气和恢复，再坚持一下。那我听你的。怎么了？你借我扶一下吧，伤口疼。你扶。慢点，不着急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注意点脚下。建红，建红，怎么回事？病人的心脏突然骤停，马上抢救。来换我们。唐主任都怪我，我刚才想劝他做手术，他一生气拿起纸巾就砸我，结果人就直挺挺的倒下去了。室颤了，赶紧除颤。哎，除颤。292一次，充电。292，充电完成。6恢复，292次，充电。292。回来了。好，曲建红现在情况必须马上手术。她现在人是昏迷的，你是她丈夫，你可以替她签字。可我们可以等她醒过来自己决定，但这样太危险了。昨天我们的男医生已经来会诊过了，她现在情况只能开胸，不能做微创。不管是你签字还是等她，必须要尽快。这家属，尽快做决定。我签字，做手术，现在就做。马上把病人送到手术室，我打个电话。第1名，曲建红现在的病情恶化了，我现在急需一个手术室，她需要马上手术。哎，来换个尿不湿喽。好吧，来吧。哟，护士长，
你这手法可比很多二胎妈妈还熟练呢。护士本来就是做护理工作的嘛。这段时间啊，我还跟我们新生儿科的护士学了几招呢。嘿，你可太用心了。好啦，起来吧，你看看都有什么啊？哇，有泡泡，你看看，哇，泡泡，看见泡泡了吗？宝贝，看见泡泡了吗？李社工，能不能透露一下？什么？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还合格吗？不止合格，简直优秀啊！福利院那么多孩子，要是都能找到像你这么有爱心的人收养，那就太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给宝宝最好的。能看得出来，作为一个妈妈，第一时间首先要考虑的，全部都是孩子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你已经像是一个妈妈了。叶主任，这次送医下乡的成果怎么样啊？还不错，主要是推广无痛分娩，还有高危孕产妇的救治规范。下面的医院都在积极推行中了，也算是咱们安和为兄弟医院做的一点事情吧。这种事儿还是要多搞起来。是。哎，进。唐主任，没打扰你吧？没有，快进来，主任，快请坐。我刚报名了导医台的志愿者，刚刚培训完。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吗？先做着试试吧，就当交几个朋友也是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他们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，说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其他工作也适合我。我今天来是想谢谢你，谢谢你建议我当志愿者。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用了，我约了一兰，正好她刚下手术，我介绍给你们认识啊。哦，是妇产科的叶主任吗？是她，也是叶一鸣的姐姐。那个，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。前一段时间，告诉我你是刘峰前女友的那位医生朋友，就是他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个叶主任的朋友可能挺多的。不行，送 ICU 了，情况怎么样？还可以。给你拿了2顿饭，赶紧吃。这手术做的我给我饿够呛。吃不下去。姐夫，你干嘛呢？当着那么多同事面，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了？那我八卦一下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是不是有个青梅竹马？爸妈和我，是不是对李英都特别满意？那哪句说错了？怎么没错？全错了。我和丽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来
还进去是吧？你不想跟他有关系，想跟谁有关系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郑重的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掺和我个人的情感问题，不然下回即使有外人，我也会翻脸的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不吃了，让你给气饱了。哎，你这臭毛病，这不都惯着你呢？王光，这个给你。哦，怎么了，王光？有问题吗？我要去个地方。你就来汇报呀？不是跟你说可以不用这样吗？我不是来汇报的，我是来跟你表白的。啊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。在一起？对。研发人工心脏啊？不是，是像男人和女人那样在一起。还是没懂。哎呀，欧阳，那天你跟刘副院长的对话，我在门口都听见了。我没想到，你在背后一直默默地支持我，我很感动。我这些天，我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想到你，越想我就觉得我们俩越合适。你看啊，是你提出可以使用国产零件，是你发现了新基业的问题，我所欠缺的这些微小的部分，你都能给我补齐。我的大脑加上你的执行力，所向披靡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们俩非常般配，我们应该在一起，你觉得呢？欧阳，你觉得呢？王海明，哎，你要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你觉得我能补齐你欠缺的那微小部分？是的。你还觉得我们俩是绝配？对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？哎呀，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。王海明，你的人的脑回路真的是清奇，清奇，清新而神奇，大家都这么说的。好吧，那我就用一种你能听得懂的方式来回答你。啊，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男人和我一个女人，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两个人不在一起的话，那这个人类就会毁灭。我们背负着这么重要的历史使命，如果那个时候让我选择要不要和你在一起，你会怎么选？我会选择让人类毁灭。如果我想收养的话，除非你能把机会让给我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我听说那个曲建红转到普通病房了，而且还大闹了一场，还砸了东西。不是她砸的，是她老公砸的。她知道她老公给她的手术同意书签了字，要在胸口留个大疤，就跟她老公闹。她老公一气之下把病房的暖水瓶砸了，估计还能老实一会儿了。这个结局，我还真没想到。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去上手术了。哎，唐主任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那天在手术室，就是我姐这人吧，她说话就是有点口无遮拦。还有，我和林英真的只是普通朋友。叶主任，你跟你身边的朋友什么样的关系，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
我在安和医院，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工作。我去手术室了，我还有一台手术。副长，昨天进展的怎么样？挺顺利的。不过，我打算让更适合的人生养宝宝了。喂，我是急诊，心外吗？是。120送个急诊夹层，10分钟到医院，叫会诊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抓紧时间啊。先挂了。赶紧跟水库打个招呼，我担心这个病人还是要2次开胸啊。小百炼，赶紧给水库打电话。嘿，彭主任，又来一个急诊夹层，120说10分钟就到了，让心外赶快去会诊。好，知道了。主任，血库说 A 型血高级，只能给2个单位。没关系，就这样吧，先备着。对了，你赶紧宣扬急诊，说又来了个夹层，我估计一会儿还得手术。我跟大征说回手术室，早知道就不出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你看，这个困成这样，你30个小时没闭眼了吧？啊？你就故意逗着我打哈欠吧？有那么久吗？我这是为了你的这个手术能够安全进行，赶紧去休息室睡。不用去了，而且我根本不困，又来了一个夹层，你说是不是？怕什么的呀？今天宋宝德是2线值班，再说还有我跟小百炼呢，根本用不着你。我们这不缺人，快走快走。哎，主任，去眯一会儿吧。你们2个现在身份变了啊，像个监工。快去吧。你就是个老监工。什么监工？我是你的安全的守护卫士。舒儿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主任状态不错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满脸笑容，还跟你开上玩笑了。血槽都被积血给填满了，这还不算状态好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最近医院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1+1等于几啊？2呗。你就够2的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算了，不跟你瞎说，赶紧会诊去。要是做手术的话，给我打电话啊。行，我现在得把宋宝德叫起来，刚。董医生，或者早。早。起迟了？不是。你这胳膊上……哦，早上宝宝吐的奶，出门太着急了，说忘换衣服了。那孩子还住在你家？是啊。为什么呀？李丹日的手续还没有办完，我跟夫人商量过，在手续办好前都由我照顾宝宝。毕竟宝宝做过大手术，我自己照顾也放心点嘛。霍少，既然决定不收养，就应该保持距离，少投入感情，不然等到分开的时候，你会特别难受。放心吧，当护士这么多年，如何保护自己的那套心理机制，我都知道。能给宝宝找到这么好的人家，
我替他高兴还来不及。真的？真的。走吧，别迟到了。嗯。哎，怎么都来这么早？早。早什么早？昨天就没回去。昨天那个夹层坐了一夜。不，到3点了，后来又来了一个，我怕主任受不了，让他睡去，我就把那个宋宝德呀喊过来，让他做了。哎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主任最近有点不对？你也看出来了？是不是叶以宁最近没来咱们组做麻醉了？兄弟们，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让我给你们娓娓道来。首先是妇产科的叶主任爆料说，麻醉科的叶主任有女朋友，接着麻醉科就放出消息说我重新大排班，再然后麻醉科的叶主任再也没有出现在心外的手术室里了。你们想想，这主任像现在这样一工作就要跟打鸡血了似的，那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上次快离婚那时候。你们的意思是，唐主任和叶主任？不，昨天跟你说了半天1加1等于2这事儿，你这反射弧也有点过于长了吧，小百炼？不过可惜了，我一直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。哎，也就是说，我啊，磕的 CP， 结局永远是 B。就像我老婆每回让我猜言情剧里的那个情侣，我是没有一对儿是猜对的。下次就不要猜了。主任呢？睡觉呢，睡觉。有个新病人，主任看了肯定嗨。你再让他多睡会儿，要不然他这身体就坏了。什么新病人啊？你得先过我这关呀。那你们做好思想准备。哎，王光，你不去吃饭啊？不去了，我没胃口。那也不能不吃饭，王光。要不你说说你到底怎么个不舒服吧？哎呀，我就是没有胃口，然后胸口也堵得慌，完全提不起做事情的兴趣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会选择让人类毁灭。从被某人拒绝开始。某人是男是女啊？女。哦，难道你失恋了？失什么恋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有人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最后一次动物实验你在。是啊，我姓张，好几次手术我都在。哦，小张，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一份下个月动物实验中心的值班表。好。哎，王广，还没说完呢，你是不是失恋了？没有，是也不丢脸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咱再换个人不就行了？换个人。换个人。处长，这是修改过的人工心脏授权书，因为换了零件，所有程序都要再走一遍，需要王工那边重新授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的大脑加上你的执行力，所向披靡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们俩非常般配，我们应该在一起，你觉得呢？难道是因为我把他给拒绝了，他怀恨在心？咻，真是要命！主任，我在看看。到底什么病人啊，这么神秘？先看个片子。哇，2颗心脏啊！异位心脏移植，罕见吧？我申请主刀，我遗嘱，我去学习。主任，激不激动？
兴不兴奋？我看你们几个比我激动啊！怎么什么好事都想到你自己？那肯定是我主刀啊！那我一主，那我二主。主任，我接的案子，你立功了。这得从哪儿切呢？许宓，我是唐医生。我知道，我在网上查过你，上面有你的照片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不太好。10年前我在国外做了心脏移植手术。我看过你的病历，当时因为你肺动脉高压很严重，不符合原位移植的条件，医生保留你原有的心脏，然后建一颗年轻女性的供体心脏，放入你右侧胸腔，有2颗心脏共同分担工作，来降低你肺动脉高压的影响。异位心脏移植。唐医生，你脸上现在的表情，这10年来我凡是去复诊，都能在其他医生脸上看到。我这种病人很少见吧？异位心脏移植的确很少见。其实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，我的心功能很快恢复了正常，只是移植后总是反复感染EB病毒，尤其这次已经持续了3个月，浑身无力，淋巴结肿大，一直发低烧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医生跟我说这是EB病毒相关的 PDLD， 根据你淋巴结活检的结果，也佐证了是这个病。感染科给你用了药，但是效果不好，所以他们建议我来心外科找你。移植手术之后要常年服用免疫抑制药，这种药会导致你免疫力下降，所以你会反复感染EB病毒。我给你做个心脏彩超看一下。2颗心脏跳动的频率完全一致，就好像是天生长了2颗心脏一样。人体真是太神奇了。刚刚做完移植手术的时候不是这样吧？刚开始2颗心跳的完全不协调，一点一点改善，到了第4年，2颗心就完全一致了。我经常会忘记自己是有2颗心脏的。许宓，你心脏跳得非常好，只是现在我们面对一个两难的问题。如果不把免疫抑制剂停掉的话，你的EB病毒的感染就没法彻底清除。第一呢，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；第二，很有可能会导致淋巴癌。如果停掉免疫抑制药，那么你体内的供体心脏很快会出现排异的反应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刚才看了你心脏的情况，你本身的心脏恢复得特别好，所以我想到了有一点冒险的解决方案。比给一个人安2颗心还冒险？差不多吧。既然你原本的心脏恢复得这么好，那么供体心脏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。所以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切除供体心脏，保留1颗心脏供氧的正常状态。唐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还能变回1颗心？这个还要具体做核磁共振这些具体的检查，确保你原本的心脏各方面功能是正常的。不过，给你个安心丸，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心脏的情况，问题应该不大。那我们就准备检查。准备一下吧。好。唐医生，我可不可以给你们大家拍张照，留作纪念？我们都不上相啊，因为摄影师不是我。来吧，你们随意点赞就好。要开始了，1、2、3。
许宓的检查，我去，所有检查我都包了。早上不是排了你的手术吗？是吗？哦，对了，要不手术换个别人去吧？像我资历这么高的老同志，应该多让出一些经验和机会给年轻人嘛。不行，廖晓波是许宓的首诊医师，所以检查由你来做。要仔细评估许宓的原有心脏的各项指标。如果供体心脏切除原有心，主任你放心吧，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。好吧，其他人上手术吧。无非是人家问路的时候碰巧遇到你而已。这叫运气，可惜你没有。哎，廖春，我早上没手术，这不是你跑腿吗？别这么提了。这个病例也倒是给我们个启示，就是在肺动脉高压的时候，或者是供体没有合适大小的时候，异位心脏移植也是个好办法。可异位心脏移植手术难度太大了，我怕大规模开展的话呀，到时候……哎，一鸣，怎么上手术下手术？哦，我刚做完啊。你们是做换瓣吧？对，看那手术单了。哦，小龙那儿可能都铺好单了，我们走了。来，一鸣，今天晚上赛恩斯别忘了啊！哎，什么别忘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过生日，我最大呀！上周我都告诉你了，你什么记忆力呀？啊，对，你生日啊？对呀，今天晚上请大家去赛因斯喝酒吃肉，座位都订好了。成。哎，老崔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如果非得问我多大了，今年的回答和去年是一样的，永远18岁。行，我也是。唐主任，崔主任，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有会诊吗？哎呀，会什么诊呢？今天我过生日，我请大家去赛因斯喝酒吃肉，好不好？晚上8点啊。不好说啊，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急诊手术呢。嘿，哎，那老秦，晚上如果没急诊的话，你负责把你们主任给我押到赛因斯去啊。晚上8点咱们不见不散，好吧？你们晚点来没关系，顺便叫上那重病组的人，好吧？放心吧，凡是免费吃喝这种事儿，我们重病组都特别愿意参与。嘿，今天晚上我请客哦，董力买单，大家尽情的玩，尽情的吃啊。别忘了啊。好了。为什么他请客，董力买单？主任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个董力呢是个富二代，他家里在东边有生意，人送安和买单王。那还做外科医生？所以大家说他有追求啊。还真是，这董力还单身呢，有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一下？你又瞪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呢。他是肥水还是我是肥水？还是你肥一点。王主任，麻醉已经做好了。哎，好的。好，准备手术吧。手术刀。手术刀。除了动物实验的样机，我们要再备几台啊，方便体外测试，这样质检的时候才会做到心里比较有底。但是咱们没有质检机构那些仪器啊。没有条件，我们就想办法创造条件，是不是？王工，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这是新的授权书，你签一下字吧。你放这儿吧，一会儿看完没问题我会签。现在不能签吗？我们现在开会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。明白，那请你尽快。张护士。处长好，王工，这是你们要的动物实验中心值班表。哎呦，谢谢啊！其实你不用那么着急的，谢谢。研发人工心脏对实验中心是大事，我哪敢怠慢？变色龙吗？脸变得这么快？怎么样啊？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核磁和心电图都确认你心脏的形态非常好，射血分数60%，所以摘除你的供体心脏，你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心脏存活下去。
那现在，从今天开始，对免疫抑制药要降它的量，要用大量的靶向药控制你的EB病毒。等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开始攻击你的供体心脏，EB病毒又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就需要手术了。谢谢你，唐医生，我到现在都没办法相信自己能回到一颗心。可是开胸是大手术，风险很高，后续恢复时间很长。你有没有家人或者朋友能照顾你的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我在等一个人。等你的亲人吗？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来。如果能来的话，我把我跟他的故事讲给你听。愿意倾听。那我让廖主任跟你说一下手术的细节。好，注意休息啊。这个是手术知情同意书。我来，祝我们老崔主任啊，但凡是要能上手术，手术都成功了。这术后啊，病人都能唤醒，唤醒完之后呢，都没有后遗症。好的啊，来，我再加一句，术后不会得肺入肾尿。哎，主任，真好。肺入肾尿啥意思？什么鸟啊？知识学狗身上了。对，开颅术后4大并发症：肺炎、褥疮、深静脉血栓、尿路感染。这能讲？来，朋友们，谢谢，生日快乐啊！来，酒倒上。这我们这儿还没到呢，你们就开始了啊？那你们来晚了呀！让外科的同志怎么总是姗姗来迟啊？主角都最后出场。哎呀，玩可真大！哎，就你3位来啊？不是你说的，我们可以迟到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有录音吗？不行，你来晚了。你呢，喝一满杯，他们2位喝半杯。好不好？罚酒，可以啊！罚酒，来晚了，是不是该罚酒？哎，妈，别让唐主任这酒量。什么？哎，你到底是哪个科室的呀？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？他喝不了是吧？那你替他喝一半。主任，我能喝。你能喝那就喝了。不用，来喝。好，可以，真是喝，各位，太好了，来，举杯吧，无醉不归，好不好？好，归啊，来，好一个，无醉不归啊，来。哎呀！一鸣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那个我跟我同事说过赛因斯，然后他就特感兴趣，今天一定要来喝酒啊！我们坐吧台呢。这是老崔，今儿他过生日。生日快乐！见过啊，你一来就给叶明打招呼，你看我们这帮人都是不喘气儿的。对，人没认识我们感觉。没有，崔主任，各大主任，你们好。我真是不好意思，主要我跟一鸣哥我们这从小认识嘛，所以我当然一眼就看见他了。从小认啊，你就是叶主任常给我提醒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他姐姐特喜欢你，他说你双方父母都同意了，多好啊！崔，啊，怎么了？别乱说，明明是单身，单身怎么了？多好看呐！这孩子，你单身他单身，2个单身不是凑一块才叫一对吗？我发现你是不是取向有问题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他这人平时就是这样。哎，来，咱们坐一块儿啊！来，坐一块儿。来，叶明边上，咱们一块儿玩，好不好？来。不了，那个我同事还在那儿呢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那个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。没事。哎呀，你同事是个女孩啊。一块过来，我们这桌全是素的，大家一块儿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崔主任啊，姐叫过来，叫他过来。哎呀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我去叫他。来，办记者的人呢，你座位，好的。
徐医生，您是我们医院资历最深的麻醉医生了，您看这个病人麻醉有问题吗？看检查结果是没什么。不过唐主任，心脏移植的麻醉我做过很多次，但是2颗心脏摘掉1颗的麻醉，恐怕咱们医院还真没人做过。喂，刘峰。我有个老同学要走搭桥，是心外曹主任的病人，让我找个最好的麻醉大夫。你来呗。好，那你把他的名字和床号发给我。行。那我把资料发给你。我会自己去做术前访视的，不让住院医去。放心吧。好嘞。哎，叶一鸣，齐主任，帮我看看这个病人。什么病人？哦，唐主任的病人。这个异位心脏移植术后反复感染EB，原来的心脏好了，要摘除供体心。我听说过有异位心脏移植，像这样的病例，我还真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呀。唐主任，做下 B 超吧，罕见病例，让我们大家开开眼。说不上这辈子都见不到这样的病例了，还真是想看一看。拜托唐主任。别这么说，刚好昨天已经停了免疫抑制药，今天要查一下心脏的情况，那就跟我一起到病房吧。好啊，谢谢。好。于倩，怎么样？主任37度2，降下来了。你这速度很快呀，说明你免疫系统功能很好，一停抑制剂马上有回应了。于倩，你把超声机拿过来。好，我给你做个超声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齐主任，麻醉科的主任，你的手术由齐主任给你做。齐主任您好。你好。来，主任，这是他的 CT， 你看一下。感觉怎么样？全身没有那么乏力了，胸口还有一点不舒服，还是有点闷是吧？我等一下超声给你看一下。把电插上。8点可以，那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吧。哎，好，晚上见。副市长，你怎么了？李丹蕊的收养手续都办好了，今天晚上要来接宝宝。你答应他过来？这有什么答不答应的？在法律上，宝宝已经是他的孩子了。那要不我陪你一起去？主任。定手术室，徐密的手术需要提前做。啊？为什么？刚才我给他做了心脏彩超，供体缝合处已经出现肿胀，射血分数下降的厉害。停了免疫抑制剂之后，他的排异反应比我们想象的严重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今天手术。行。那我马上过去。走了。副市长，你快去忙吧，我没事的。行。哎，王工，怎么样？授权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有什么意见吗？条件不够好。啊？这跟上次的一模一样。但是我可以签。真的？我还以为你又要讨价还价。你要帮我一个忙，我才签。什么忙？不会又是让我们医务处承包你们的1日3餐吧？你放心，跟医院和心脏研发都没有关系，和你有关系。和我有关？
我喜欢上了一个人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。哎呀，你为什么每次都不让人把话说完呢？我喜欢上了张护士，一见钟情。啊，就是你昨天见过的那个女孩，动物实验中心的。嗯，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。哦，我想约她出去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弄。我也没谈过恋爱，对吧？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谈，所以我就想找个人练练手。哎，就像你们在学校的时候，那个给人做手术之前，不是要先拿小兔子做实验吗？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吗？你不会是想盘算着让我？对，你来做那只实验兔子，让我来练习一下跟女人相处的技巧。王海明，要不是因为人工心脏需要靠你研发，这电脑就已经拽你身上了。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啊？你少瞧不起人！我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我为什么要去给你做实验兔子？我告诉你，除非我冒充过你男朋友，我还跟你妈吃过饭，我还在同事面前帮你圆过场。现在你还想让我签这份授权，于公于私你都得帮我啊！对呀。哎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手术啊？有胎剖腹产，昨天晚上啊见了一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告诉他的呀，你在314给老崔过生日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的事儿别跟着瞎掺和。怎么叫瞎掺和呢？你是我弟，你是关心你。快跟我说说，大伙儿是不是特别喜欢他？是吧？你要不喜欢我的眼光没关系啊，那群众的眼光那是雪亮的。叶主任，这边好了啊，行，我马上过来了。手术完了再说哦。再说什么呀？请给我一个拥抱。哎，丽啊，你哪天有时间啊？我们见一面吧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哎，主任。主任，手术非常成功，你现在只剩下一颗心脏，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消灭你的EB病毒。我想应该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了。数据挺好的，挺好，一切正常。嗯，挺好。休息吧。要不你给吴护士长打个电话，约的时间都过了，还没过来。给他点时间吧，他跟孩子都有感情了。走喽！今天你要见到你的新妈妈了，还有一个大姐姐哦。哦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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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不哭了。李德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收拾东西耽误了点时间。我知。
嗯。你还好吧？我挺好的。能替宝宝找到这么好的家庭，替他高兴还来不及。我不信。你为什么不信？不想笑就不要笑。你不用事事都替别人考虑，干嘛非得强迫自己戴上那个完美的面具呢？你可以任性，可以自私，可以生气，你只要想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你现在不是胡市长，你是吴明明。可以了。刚才超声检查，心脏跳得挺好的。早上查血，感染初步控制住了，可是要完全缓解 PTLD，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不着急，总会好的。对了，我记得手术前你跟我说过，你还要等一个人。他不会来了。不过，我现在有一颗健康的心脏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。谢谢你，唐医生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好好养着。叶一鸣，这可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李阳，其实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把一些话说清楚。如果以后你还有采访的话，我可以配合。但是其他事儿，尤其是那天晚上314发生的那种事儿，我不希望再发生了。我怎么了？我就是正好在314偶遇了你们，所以就真的只是偶遇吗？啊。是，我是听兰姐说了一嘴，所以我才去314的。但是我就是想制造机会见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这样的呀，这有什么问题？你不是这样的吗？喜欢一个人是没错，但是你得看对方愿不愿意啊。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，不就变成纠缠了吗？你是嫌我纠缠你？李英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说的重点是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值得你去做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你应该找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，愿意照顾你的人，好好的爱你，而不是我。不要说了。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他，这是我相信的。叶一鸣，我没有你那么伟大。唐主任。啊，叶主任。找我有事吗？我新收了一个病人，是一个怀孕28周的孕妇，胎儿的心脏有严重的先天畸形，但她不肯引产，一直要坚持让心外科的会诊。我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要不然你看看找别的医生。
病人名叫徐江月，他说她是你妹妹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，孕妇和家属都会选择引产，毕竟孩子生出来就要做场大手术，愈后很可能急产。但徐江月的态度正好相反，她想要留住这个孩子。就是这件，唐主任，既然你们是姐妹，像她这种情况，还是劝勉她尽快做引产。姐姐，真的是你？你回来怎么都不跟我们说啊？要不是我在网上看到那个女作家直播，都不知道你在安和医院。知道你回来，妈可高兴了。哦，她回去拿东西去了，爸陪她回去的，他们一会儿就来。最近我老公在阿根廷出差，所有的事儿都是靠爸妈操持。哎，对了，姐夫呢？只看过照片，还没看过真人。他跟你一起回来的吗？好久不见了啊，我们先不聊这些了。你先躺平，我给你做一下超声。啊，先检查，以后有的是时间说别的。姐姐，有你在，我就不怕了。猜一档。胎儿的主动脉重度狭窄，所以导致极少的血能流进左心，所以左心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等胎儿出生的时候，一定会发展成左心发育不全综合症，这是先天性心脏病最严重的一种，致死率非常的高。怎么个发育不全？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正常人有左右2个心室，可是这个胎儿没有左心室。能治吗？2个选择，第一是引产，大多数人会这样选择。第二就是要等到胎儿出生之后，进行3次大手术。可是这个手术死亡率很高，就算闯过这一关，今后他也是担心是循环生活，而且他的寿命会比正常人要短，还需要终身随诊。怎么会这样？没关系，不着急做决定，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还有你的丈夫商量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让叶主任随时会诊。那你好好休息，保重。唐主任，我们通知坏消息，是不是尽量应该婉转一些？毕竟要顾及孕妇的感受，更何况你是她姐姐。刚才那样是不是有点过分？越是坏的消息，越应该说得清楚直接，这样方便病人做出选择。我问你，我给出的会诊建议，按医学的角度来讲，是不是都是正确的？是没有问题。那就对了。你让我来会的诊，我已经完成我的工作了。至于我的态度，如果病人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向医务处投诉。至于你的感受，我没有必要顾及。还有，下次再请会诊的话，请按规矩给会诊单。这人够冷血的啊！还有就是要记得，要出院的病人要教他们的家属怎么去打胸带，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在家里护理，不用天天跑医院了。知道了。于护士，
这几张检查单帮我送个佳姐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姐，叶主任，今天给徐江月开引产吗？不开，他还是要保。啊，心外都会诊了还保啊？徐江月说了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他都要保住这个孩子。心理也是够强大的。左心发育不全，能挺过3次大手术的很少，还有一生下来就直接不行了的，连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。他现在就是在赌出生了之后再做手术，希望渺茫，而且不定因素也太多。但我现在在想，除了引产，还有出生后的姑息手术，可能还有第3种办法。你应该不会是想说宫内手术？我给你们念一个段子啊，哎呀，有一条蛇，但是它近视，它特别想当兵。哎，有一天到体检那儿去了，他非常紧张，怕过不去。这个时候，他教官过来了，说你别担心，你这个条件呢，正是我们需要的。你们猜是为什么？叔，那蛇为什么会近视？对呀，问你呢？因为那条蛇啊，上班的时候刷手机了。哎，这还差几分钟呢啊！我告诉你们吧，因为那个教官说我们要招的呀是眼镜蛇部队。我说老钱啊，我觉得你应该上楼上神外科查查脑子，肯定是哪根神经搭错了。你脑子才短路，正在94呢。嘿，主任，跟你说个段子，有一个蛇呀，他特别想当兵，但是呢，他又怕担心。豆子，好，多吃点啊。江月最近身体好了不少，全都是靠你，谢谢。一家人这么客气，多吃点。妈，我要那个肉。肉，好啊，妈妈给你夹。来，江月，多吃点肉啊，长得胖胖的啊。我吃完了。多吃点肉，把身体养好。多吃点啊。进来。主任，该上手术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，你们先去吧。王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我刚才送孩子上学。哎，没关系。哎，正好，给你备了个饭，真是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有什么能帮您的吗？那个挂号的人说呀，还得需要一个什么电子就诊卡。哦，对对对，还必须要网上预约，可是我不会呀。没关系的。您别着急，我帮您操作。您有那个智能手机吗？我有手机，不知啊。喂，唐主任，我是叶一兰，刚打电话到你们心外，说你有事出去了，就把你手机给了我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还是想跟你聊一下关于徐江月的事儿。
他坚决要保胎，我就在想，能不能趁现在还没有完全发展成左心发育不全，利用宫腔镜对子宫内的胎儿进行手术。在宫内做手术？对，用宫腔镜插入子宫，再插入胎儿的心脏，植入微型的球囊，撑开胎儿狭窄的主动脉瓣，让血流能进入，给左心一个发育的机会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到胎儿出生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形成双心室。虽然之后还是要手术，但我想这是最好的结果。目前为止，这个手术只有江华医院做过3例，其他的医院还都是空白。我已经跟江华的人联系过了，问他们愿不愿意共享手术方案。如果要是可以的话，你那边我做不了。唐主任，我一直听说越是高难度的手术，你越是愿意接。怎么轮到自己妹妹，反而不了解一下情况就直接说做不了？江华医院那么有经验，你应该把病人介绍到江华医院去。我做不了。让我转诊？什么人呢？主任，徐江月的父母来了，问您有没有时间。让他们进来吧。佳瑜，我已经跟林英说清楚了，以后不会再有误会了。叶一鸣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还有，你姐，我姐，我姐怎么了？我姐。哎，龙大夫，你也没吃饭啊？我回办公室吃。你怎么来了？巴主任，你干什么了你？什么干什么？唐主任，你干什么事儿惹他那么生气啊？你胳膊肘挺会往外拐的嘛？你怎么知道是我惹他生气，不是他惹我生气？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先不管谁惹谁生气啊，反正啊，我已经跟黎英说清楚了，我们俩以后绝对不可能。这事儿以后你也别掺和了。爸妈一直看好你们俩，还说了今年过年要让黎英到家里面来吃饭。你这事儿给办的。叶一鸣，作为你姐，我必须要提醒你啊，手术科室吃饭睡觉都不规律。你看看咱们院手术科室那些男大夫，过了35岁，哪个不发胖，哪个身材不走形？你现在这个年纪已经快要踩线了，以后哪里还有年轻漂亮的姑娘能看上你？啊？我呀，不用谁看上我，我就喜欢我喜欢的。你喜欢的啊？我猜猜是谁？姓唐，对吧？对吧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行。哎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个唐佳瑜这么冷血，你跟他在一起有什么幸福可言？不是你说什么呢？怎么冷血了？哪儿冷血了？他妹妹现在就在我们科室住着，怀孕28周，胎儿主动脉瓣重度狭窄，很有可能发展成左心发育不全。唐佳玉来会诊，全程的冷漠脸，还让他妹妹去做引产。那你们妇产科给的建议是什么？当然，最初的建议也是引产。这不就完了吗？你还怪人家？但是他妹妹坚持要保胎啊，所以我就想到了新的办法，宫内手术逆天改命，想想是不是多刺激？我兴冲冲的跑去跟唐佳瑜商量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怎么回答？做不了，还让我转诊。这是他亲妹妹啊，那不是冷血是什么呢？也不是他亲妹妹。啊？唐佳瑜的父亲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母亲就改嫁了。这个妹妹啊，是他继父带过来的，而且他16岁考上大学以后呢，就没怎么回过家。其实啊，他跟他们家里人关系不太好，所以你不早说。反正我觉得他态度还是有点过分。姐，我们不是他，我们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，
所以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这么轻易的去评价他。你这个人平时不是挺有同情心的吗？怎么一到他这儿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啊！你不就想让我对唐佳玉态度好一点吗？啊，知道。哎呦，不对，我好像干了一件不靠谱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跟他妹的爸妈说，我们妇产科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，但唐佳玉不愿意给徐江月做手术。还有，我把他让我转诊的事情也说。哎，唐主任，手术顺利吗？我老婆她挺顺利的，已经转到 ICU 了，放心吧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唐主任。问了，江华医院有能做宫内手术的大夫，可那个大夫出国交流去了，说要1-2个月才回来。而且叶主任说不能再等了，趁早做，这样呢，心脏也有足够的时间呀，可以恢复生长。我们商量来商量去，觉得要不然你给他做这个手术吧，毕竟是一家人。我再也不要回这里来。为什么不引产呢？和她有同样症状的孕妇都会这样选择。江月也说了，她说她从小呀就先天不足，你记得她小时候还经常生病。她说我对她不离不弃的，所以她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孩子。徐江月得的是哮喘和过敏，这个孩子只有1半的心脏，你们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可是你想想啊，那么一个小生命，在她肚子里已经长了7个月了。
把他转到新麦吧。哎，你要走啊？我还有其他的工作。你注意休息，别太累了啊。哎，你答应我了。哎，你们医院李教授做宫内手术那录像，你能不能考我一份？他写的文章我看了，啊，写的很详细，但是那肯定没有录像直观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真能坐飞机来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请你吃顿鲍鱼。哎，你怎么在我屋里吃面啊？我来找你，小张说你去吃饭了，他看我拿着饭就让我进来了，还说我是你医院里唯一的好朋友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他瞎说，我医院朋友多着呢。是吗？说出一个除了我之外的名字让我听听。吃你的面吧。唉，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一副被打过的样子。我们重病组提交的宫内手术的申请，院里能批吗？应该是可以的，不过首次展开新手术都要等医院的审批。你就为这个事儿郁闷啊？这个病人对你很重要吗？这个病人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。妹妹？你还有个妹妹？大概情况就是，我爸去世之后，我妈就改嫁了，对方带来一个孩子。从那之后，我妈就把她所有的母爱给了那个孩子，一点都没给我留。不能吧？那毕竟是你的亲妈呀。啊，这句话我也问过我自己很多遍，毕竟是我的亲妈，不会吧？但是每次我妈都用事实来告诉我，的确是这样的。母爱不是天生的吗？天下所有的父母不是都应该爱自己的孩子吗？为什么我妈是个例外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了，从小长在蜜罐里，是你爸妈的掌中宝。等手术批过了，赶紧告诉我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希望是个误会。对你妈妈，我也希望是。哎呦，宝贝，妈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这是要出去打麻将嘞。今天怎么想起打视频给我呀？啊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很幸运，有你这么好的妈妈。要不要嘴这么甜？你要把我吓到哦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怕你爸晓得你和小王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我把他蒙得严严实实的，他现在啊到处拿着你们俩的照片给别人看，还说那是他女婿嘞。不是，妈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爸说实话呀？哎呀，不要啊！再等等，再等等。我的谎话变得密密实实的，现在自己给自己凿个洞都凿不到哎。你不要让他搞的啊，到时候他要发飙的。那我就祝你打麻将赢点小彩钱。江美丽，主任，谁放这儿的？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大钟叔他们？他们都下班了，我打电话问一下啊。哎，不用了，没什么事，你也下班吧。我再去病房转一圈。主任，拜拜啊。
叶主任，您才下班啊？江百烈，还有几床病人？只剩下从妇产科转过来的徐江月了，在13号病房。徐江月不是我的病人，交给你们吧。秦大忠，你来负责。嗯，你不查了？徐江月不是我的病人，他肚子里的胎儿才是。有超声视频和各项检查结果，足够我判断病情了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哎，主任，今儿没排你手术，你干嘛去？我知道，我还有点其他的事。怎么了这是？别问了，哪位领导还没点其他的事儿啊？汤主任，叶主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场麻醉是我负责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外科的进展怎么样？很不顺利，时间是最大的问题。你别着急，练习是需要花时间的。我知道你给新生儿做过手术，但是28周的胎儿的心脏，会是你见过最小的心脏。28周的胎儿生长很迅速，如果能让血早一点进入左心，那么左心发育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。现在的一点点进步，等胎儿出生以后就是天差地别。我知道，可是你着急也没用啊，做好你该做的就好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啊，佳瑜，你在太好了，有2分钟吗？我想跟你聊几句。叶主任，那我们晚一点再说公事吧。啊，那你们聊。佳瑜，你这2天怎么没去查病房啊？还有江月，我们都挺想你的。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。好，我知道你要忙。那个，我就想问问，手术什么时候做呀？我听秦大夫说，医院已经批了，就等你定时间了。再说，那个妇产科的叶主任也说，像江月这种情况，越早做手术越好。她今天早上还有点出血，但是查了一下没有太大的问题，所以她还跟我说，她害怕。你是不是只担心她害不害怕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很害怕。你害怕？你怕什么呀？是啊，在你眼里，从小到大，我就应该什么都不害怕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宫内手术，这是我第一次。你们每个人只知道催我，但是在手术台上，所有的事情要我一个人负责。你知道我的压力多大吗？我没有从这个层面考虑问题。大家都说你是全院手术里数1数2的。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错，我应该站在你的角度上考虑问题。别跟我说对不起了，好吗？你跟我说对不起，就像你说你会想我，你很惦记我一样的虚伪。虚伪？我怎么虚伪了？你不是跟我说过，母性是天性吗？刘海迪，其实我一直都很想问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爸走了之后，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你把所有的爱给他们，我呢？你什么都没给我。这是你的认为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说的真好听，为我好。那么小就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吗？我才小学刚毕业。天底下没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孩子的。有一天你做了母亲，你就会懂我的。海丽，你算了吧，别又摆出这样的样子，我不想看。从小到大我看多了，
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好吗？因为徐国强有钱有势。我太清楚不过了。我爸走了之后，你就想给自己找个安乐窝，不然你会在他刚离开1年的时候就改嫁吗？我告诉你，从小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将来长大不会做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太自私了，太懦弱了。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唐佳瑜，你将来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，不能像你依附在一个男人的身上。我瞧不起你。还要再打吗？对不起，我干了什么？护士，这张需要护士长签字。还真是。你稍等一下。刘老师，看到护士长了吗？刚被人叫出去了，好像是那个杨瑞前男友。你还是把我说的话听进去了。明明，我去你家问了，你妈说你没有收养那个孩子。我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个孩子。杨瑞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杨瑞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放开我好不好？明明，放开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已经找好了备胎，难怪态度这么坚决。你有病看病，没病走人。再骚扰医护人员的话，我叫保安了。佳瑜，你妈跟我说了，她是昏了头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徐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为他打了我，就对你女儿的手术松懈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怕你心里受委屈。我们是一家人。你回去告诉他们，明天就可以做手术，护士会去做术前栓教，还有，你们是一家人，我不是。来，小心，小心，来，注意，小心。好了，佳瑜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啊。爸爸妈妈就在手术室的门口，你出来就能看到我们啊。爸妈，你们千万别走开。我们不走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，一直等到你出来啊。你放心，别怕，别怕，别紧张啊。慢点，慢点。准备好了吗？主任，为什么这台手术要改到杂交手术室做呢？以防万一手术失败了，胎儿主动脉或心脏持续大出血，就可能母子双亡。杂交手术室是最安全的。明白了，所以没开 CB， 你也让我们提前穿好铅衣。对，
如果真到了胎儿无法挽救的时候，在杂交手术室，我们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栓塞许江月的子宫动脉，控制住出血，然后引产。唐主任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住大人，保住许江月。准备胎儿心脏穿刺。不行，视力不好，还是不行。孩子一直在动，我找不到位置，视野不够。找到了，在这儿，给我球囊。释放球囊。可以了。江月，你醒了？乖女儿，怎么样？我们都在呢，一直等你。我睡了一觉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孩子还好吧？手术顺利，放心吧。已经用球囊撑起了胎儿的主动脉瓣，让血流呢进入到左心。这样等胎儿出生之后，看左心的发育程度吧，因为这决定了将来的手术方式和手术难度。总之，这第一关算是过了。太感激了，没事没事。谢。节哀三忧。好，来，来，小心，来。哎，主任，徐江月术后稳定，术后遗嘱已经开完了。知道了。还有人在里边等你。江月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动手打你。我当时被你的话给气糊涂了。别说了。可是你当时说的那些话，真的不是你想的样子。我还有其他工作，你能先走吗？你能听我解释吗？我要跟你道。唐主任，今天手术挺顺利的，恭喜你。谢谢。我和黎英说清楚那天，我和她说，喜欢一个人，不一定要拥有他。她说，他没我那么伟大。这句话，这2天我一直在想。想来想去呢，我觉得，叶主任，我这2天真的很累，我想早点回去休息。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好。
不好意思啊，临时改时间，今天下班比较早。没关系，早挺好的，早吃完早散吧。我回工作室还可以继续工作。我也想早点回家，要不然咱们别吃了，直接走吧。我就是觉得跟你吃饭怪怪的。你以为我想跟你吃吗？是你答应做实验小兔子的，对吧？我这是跟张护士吃饭。张护真倒霉。速战速决，点菜吧。站着点吗？坐着点。坐。你还会给别人拉椅子呢。所以呢，后来我就没有去航天局，阴差阳错的就去研究这个人工心脏了啊。不过现在想想啊，也确实挺有意思的。和浩瀚的宇宙相比，我觉得人体的奥秘更值得让我来探索。这个屁，你不能吃辣啊？没事，我能不能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张护士能吃就行。别动啊！你把那个菜在里面涮一涮，涮一涮再吃就不辣了。你刚才是去给我倒水去了？啊？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不能吃辣的。要不然咱2个人 AA 吧，多少钱你告诉我，我转给你。不用，你都没怎么吃，太辣了。然后，而且你也是为了帮我的忙嘛，对吧？帮我追张护士，我来买单就好。哦，谢谢。可以走了吗？走吧。哎呀，那个，对不起，你稍微等我一小会儿，我去下洗手间啊，不好意思。像你这种喝水的方法，不上厕所就得去泌尿外科。你都为了追张护士？呦！昨天，经过我的不懈追求，美琪终于答应做我女朋友了。都听明白了吧？都听明白了吧？这个姑娘啊，是卖衣服的。老秦呢，买了她店里最贵的衣服，所以呢，这姑娘就跟他在一起了。买件衣服搭一个女朋友，老秦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哎，老秦啊，但是我真得先跟你说一下啊，你小心被你这个亲爱的美琪给骗了。不可能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美琪很单纯的。是，虽然说这身衣服这是稍微的贵了点，但是人家还送我一双鞋呢，这鞋也不赖吧？看着也不便宜了啊。你能？哎，主任，你看我这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跟平时一样。哎呦天哪！怎么了，龙哥？没吃早饭吗？胃又不舒服。没吃啊，光顾着看老秦表演那时装秀了，早上啥也没吃。我跟你说啊，小龙，就冲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样子，早晚有一天胃药得当饭吃似的。别怪我没嘱咐你啊！你别那么夸张啊！我可不吃垃圾食品，我身体好着呢。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必须看医生啊！昨天你那出太吓人了，好多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双三推五吧。你听我的啊！你好，哎，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？
你听我的，看完了咱再走。同志啊，我问一下，看心脏挂什么科啊？心内心外都可以，主要是看什么病。啊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又不行了？又来了，他胸口疼啊。对呀，他有冠心病。哎，王雅琴是吧？哎，医生来了。嗯。哎，这是家属吗？啊，我是她好姐妹，我叫林春花。嗯，王雅琴，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你得的不是冠心病。林小东，检查结果，你看啊，片子拍出来了，你的心脏上面有3个阴影，这是一个肿瘤，因为长得太大了，压迫你的冠状动脉，所以导致你心脏供血不足，才有类似冠心病的症状。肿瘤？癌症啊？检查结果应该不是，看上去应该是个良性的肿瘤，心脉膜海绵状血管瘤，但是需要手术切除，是个大手术，需要开胸，恢复时间会很长。你们是本地人吗？啊，不是。那要尽快通知家属，家属来了好尽快手术，不然你长期供血不足会导致心衰。家属？不用联系其他人，我陪他做手术就行。对，我没什么家属。哎，医生啊，什么时候可以手术啊？越快越好。那龙医生跟你们说一下详细的情况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哎，秦大忠，你最近穿衣风格有所改变啊？哟，你刚看出来啊？什么人呢？有时候我觉得你是个天才，有时候就是个单细胞体。你最近最好别惹我。唐主任。哎，一鸣。叶主任。老秦。啊，我有点事儿想跟唐主任说。哦，你们俩说，我有事儿先走了啊。叶主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我是来做术前访视的，这不快到中午了吗？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吧。我吃过了。这还不到12点呢。我今天吃的有点早，你快去吧，要不然食堂的菜就没了。我先走了。啊。哎，秦哥啊，帮我订个饭呗。啊，我一会儿得带病人做个检查，我早饭没吃，现在饿得有点心慌。好呀，我请你。你想吃什么？来个粥，垫点就行。这么简单？啊。哎，这奶谁的呀？不知道，不是你的。我没买啊。可能小百炼。我不客气了。就是破。明明姐，又在臭美啊！修一下。哎，唐主任。怎么啦？有手术啊？这么晚吃饭？又多一个人了。谁啊？进来。叶主任，徐江月的家属来了，在外面说要见你。徐江月的家属，就是唐主任的妈妈。对了，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。什么事儿？王海明跟我表白了。你干嘛呀？喝水都能呛着。可是我是被你吓着了。王工跟你表白了，但是重点不是这个表白的问题，重点是我觉得他是在报复。到底是表白还是报复啊？事情是这样的啊，某天晚上，他跟我表白，但不是那种真的表白，是那种，反正我缺的你都有，你就给我互补吧，就是那种特别气人的表白。那我当然就拒绝了呀。但没想到他很快就转移了目标啊，改追张护士，然后跟我说，因为没有谈过恋爱，所以呢要拿我当实验兔子，约我吃饭。我本着同事互相帮助的心态，我当然就答应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他露出马脚了，他要赢我。
后来我就去查了一下张护士这个人，人家早就已经结婚了，孩子都有了，而且实验中心人尽皆知。这王海明是要干嘛？当小三儿吗？有毛病啊！这张护士。哎呀，这关系真的是太混乱了。我想一下啊，会不会是王工约张护士只是一个借口？他其实是想请你吃饭，他不会真的喜欢你？你自己说的话，自己听了都不信吧？哎呀，可能我最近脑子真的是有点木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不过根据我各方的推理啊，我觉得哈，他可能是想借口追张护士，然后会跟我经常见面，骗我喜欢上他，他再拒绝我，羞辱我，好报我那天说人类灭绝都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仇。你说他为了赢我能编出这么多？男人现在都这么幼稚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我当然想赢了，我得给他个教训，让他输得更惨。他赢你就说幼稚，你赢他就不是。不一样啊！我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更高明的战略手段。我看呐，你这个就是更高明的双向标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是精准打击敌人，是让敌人抱头鼠窜。哎呀，对，你说什么都对，无力反驳。哦，叶医生，你不用忙了，不用，谢谢。阿姨，是徐江玉有什么情况吗？您要是咨询的话，应该去心脏外科。不是，江月挺好的。啊，那您是来找唐主任的，我帮您联系。你别打电话给他，他不会接我电话的。我想他最不想见的人，可能就是我。
看来你是他很信。麻烦你帮我转交给他。这是什么呀？他从小啊有个毛病，一到冬天呢就手脚冰凉，让他没事带着吧啊。别说是我给他，你要告诉他的话，他可能就不带了。阿姨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替您转交。叶医生，我就想拜托你，没事儿，替我好好照顾一下我的女儿啊。您放心。唐主任，唐主任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聊王雅琴的病情。好啊，坐吧。龙医生都跟我说清楚了，也带我们去做了检查。我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，手术费大概是多少啊？大概5万块左右吧。如果术中出血控制的好，不用输血的话，可能会少一点，但是血管瘤很可能会出血。这么多啊！我们身上带的钱不够，怎么办啊？那可以通知他的家属。他真的没……我看出来了，你们2个都没有说实话。林生花，王雅琴开胸是大手术，风险很高的。如果你不通知他的家属，术中出现任何的情况，你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我作为他的主治医生，我奉劝你一定要通知家属。如果你们2个再这样支支吾吾的，医院觉得你们的行为很可疑，是可以打电话给派出所通知警察的。唐主任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不想让你通知家属，是因为我们俩其实是从家里逃出来的。为什么从家里逃出来？我跟王雅琴是发小，我们俩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那个县城。我们一直盘算着出来走走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所以你们2个就逃出来了。其实前几年就应该出来的，可是他女儿生孩子，他要帮忙带孩子，所以就一直拖到了现在。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再不出来，以后就真的没有机会出来了。我们就一咬牙，一跺脚，走了。在走之前，我们都给家里留了一封信，告诉家里我们就是想出来转转，不必担心。等1个月之后，我们肯定回去。我们也说好了，这1个月都不跟家里联系。可是现在的情况，王雅琴要做大手术，短时间内你们2个不可能去旅游。反正唐主任，我希望你帮我们把手术做好，钱的事儿我来解决，你别再逼他联系他的家人了，行吗？我会尽力帮你们省一些钱。至于病人要不要联系家属，凭他自己的意愿吧。那就行，她肯定不会联系家属，她老公对她不太好。生花，医生说手术费多少钱啊？5万块钱左右。那咱们带的钱不够啊，加起来才1万多。哎呀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咱不是有台车吗？我都想好了，把车卖了。不行不行，那是你爸肉店的车，要是卖了，他会跟你急眼的。哎呀，我是他的亲闺女，他急眼又能怎样啊？
要不我还是不做手术了吧，太拖累你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手术啊必须做，就怪你那个老公，总说你是冠心病，才拖到把瘤子长得那么大。这次咱们就一刀把它切了，清清爽爽的去海南，看天涯海角。好，石溪床的震动泵再多留1天，还有新来的那个病人，海绵状血管瘤那个，按他的血线跟血库申请备血，但是手术的时候能不用尽量不用，给他省点钱。他还是不联系家人。这是病人自己的意愿，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本职工作就好。行，你快去准备吧。好。周林，唐主任，今天心情不错嘛？刚被评为最美志愿者，那得恭喜你啊！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特别的高兴，有一种被人肯定的感觉。你不会笑话我吧？一个区区的志愿者，怎么会？能做自己开心的事情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上午的那个病人怎么样了？啊，他就在我眼前发病，真把我吓一跳。心绞痛已经缓解了，但是不是冠心病，是心外膜长了一个良性的肿瘤。那他家人来了吗？上午陪他那个，我觉得应该像他的朋友。2个人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，现在没有联系家人，住院费应该都不够。跑出来的？为什么？家庭不幸福，具体的也不太清楚。周林，哎，啊，刘峰，你怎么在心外啊？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那个姑妈有点不舒服，我来咨询一下唐主任。是吗？那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个唐主任说没事儿，是吧，唐主任？啊，对。那就好，不然又要拉着我说半天。我到老操组看个病人，要做个心肺联合移植。曹主任终于等到供体了。那可不嘛，他的老病人。那我先回科里了。周林，晚上我有手术。哦，那我也走了，不打扰唐主任了。那我送你出去。刘峰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啊，我正好也有事要跟你说。你最近怎么了？怎么老不在家？孩子都跟我反映了，好几天都是阿姨去接他们放学。我是在……我知道你是去照顾姑妈，这我能理解，但小孩的教育也很重要啊。这个，阿姨可以负责做饭接送，但是监督作业不能只靠人家吧？你这当妈的不上心，谁上心呢？我们之前说好的，我主外，你主内。是我疏忽了，我以后不会了。那就好。刚才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没什么事儿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去忙吧。行，那你坐电梯下去吧，我到科里见个病人。我走了。进。叶主任，唐主任，我看了你的手术单了，你也没手术啊，怎么还不下班？哦，我还有一些工作没处理完。你这么晚找我有事儿吗？
冯大姐他们呢？哦，现在病人少，他们吃饭去了。哦，要不你也先去吃？没事儿，那你先去啊，我等会儿去。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昨天在导医台。哦，记得，谢谢你啊，昨天还帮我们联系大夫。没关系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？你朋友还好吗？他还好吧，就是我牛皮吹大了，现在这会儿有点没脸见他。怎么了？我们的手术费不够，我就跟他说，想把我那车卖了，就是我们从老家开出来那个面包车。但是我跟买家一接触才知道，原来卖车是需要过户啊，我还以为把钥匙一交就行了呢，还要办一些什么手续。哎呀，我那车是我爸的名字，我卖不了了。要不然就跟他家里人说一声吧，毕竟这也是大手术。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我先去找他商量一下，他看不见我又该着急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你等等。你身份证带了吗？带了呀。那就行，你把身份证押给我，我借钱给你。喂，王海明。欧阳处长，我们第2次实践可以安排起来了。好呀，不过我觉得如果不是 AA 的话，那好，要不然咱别去餐厅了，来我家怎么样？不过你得做饭。你让我做饭？对啊，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就算了，换个人学习吧。不是，没问题的。我连人工心脏都会做。做饭有什么难的？好呀，那今天晚上下班我们家见，到时候我发你地址。好的。雅琴，王雅琴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手术费解决了。我车没卖出去，但是昨天那个志愿者你还记得吗？他愿意借钱给咱们。等我去外卖公司办个入职，然后就把身份证啊就押给那个志愿者。接下来啊，你就安心治病，我就专心送外卖。不过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有点长。不过双花啊，手术费已经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？人呢？爸。哎，姓林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雅琴都是让你给带坏了。方便说话吗？说吧，我不在手术室。让王海明去你家约会，不是真约会，是我根据他的弱点制定的作战计划。他是第1次去我家，也是最后一次去。我相信过了今晚，他以后见到我都得躲着走。你不要太过火，王海明研究人工心脏不容易，你让他回到产品上市行不行？这跟人工心脏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就想是痛快的整他一顿，然后在他崩溃的时候跟他表白。又表白？不是真的表白，就是那种做出我要跟他在一起，然后那个要缠着他的那种感觉，这不是他本来的计划吗？所以我就将计就计，不过现在区别就是在于，掌握主动权的人是我，而不知情的人是他，所以我一定能赢。你见到他的时候别说漏嘴啊。你放心吧，就算我想说，我也记不住。那就好。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2个是。哎，主任啊，出事儿了，偷藏那个私房钱，还离家出走。哎，不是你自己嫁不出去就算了啊，你不要祸害我们家庭好不好？爸，
谁让你来的？你管不着。爸，你少说两句。是我叫他。你走吧，别管我了。我家里人都来了，他们会照顾我的。雅琴，你不用怕他，他平常怎么对你的，我都知道。说啥呢？再说一遍啊！别光对你不客气啊！哎，这里是医院啊，要闹事儿的话，我们就要报警了。爸，别这样。林阿姨，我爸现在在气头上，你先回去，改天我去你家给你赔不是。哎，赔个屁！赔不是的是他。先冷静一下，家属来了是吧？那我跟你们说一下王雅琴的手术方案吧。好，可不是嘛，子娇，今天开会又开一次。哦，好好。刘副院长，刘副院长。你不用在这儿坐着，你要不去把电视开开，你在这儿看电视就行了。觉得我还是看你比较好。哎呦，我。王海明，灭火！是站长，是站长。堵了，肯定是你刚才洗菜的时候堵的呀，你没发现吗？那你赶紧修呀，你还在这干嘛呀？我是会修下水道，但张护士会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是不是越搞越糟了？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那我给你做点别的吃的。不用，我来弄吧。泡面行吗？可以，太麻烦你了。过来吃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吃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凉了。海明，不好吃吗？好吃。你紧张什么呀？我紧张吗？你抖什么呀？王处长，我得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，我把你的椅子给你弄坏了。你把我椅子做坏了。我给你赔一个，我现在就拿那个软件。不用了，王海明啊，你不要追什么张护士了。我觉得我俩挺合适的，咱俩在一起吧。好呀。啊？可以。啊？唐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没吃饭吧？跟我走吧。谢谢。唐主任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王雅琴告诉我的。她说你为了省钱一定会住在车里。她说她没有做完手术之前
要我说呀，就不应该在这儿治这么贵，还不如在我们那儿做呢。手术挺成功的，3颗血管瘤已经切掉了，出血也很少，现在正在关胸，只是日后需要按时来复诊，因为这个病很可能会复发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。俩儿子呢？在楼上吴姐家跟彤彤玩呢，一会儿就下来。俩电灯泡不在，正好聊聊天。走。今天怎么有心情跟我聊天了？送你的礼物，结婚纪念日忘了，补上。什么呀，瞧把你浪漫的。你自己看看，喜不喜欢？哟。还挺好看的，我喜欢。周林，我帮你把医院志愿者的工作给辞了。我知道，你做这份工作完全是为我着想，想让人说刘副院长的老婆都在医院里做志愿者，那他对医院那是尽心尽责。但如果做过了呢？别人又会觉得我爱表现，拿自己老婆作秀。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踏踏实实待在家里，不要为我的工作操心。等3年院长换届，我还是有这份自信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，老婆。哎呀，我把那俩臭小子找回来，一起吃饭。都睡了。刘峰，你先搬出去住吧。怎么了？我要好好想一想。你和我之间的婚姻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？